天庭一方确实没有想到妖族这些妖王和老妖能够逃得这么果断。战况最焦灼，妖族明明还有一战之力时，这些妖族高手选择了舍弃这大半妖兵，直接撤离了。当己方想要追赶这些妖族高手时，又有数十只鸿蒙凶兽现身阻拦，将追赶最急的数十名龙族高手转瞬击杀大半。龙族发现了当日偷袭龙族海眼的部分元凶，演示了一次什么叫做瞬间上头，追着这些鸿蒙凶兽一阵猛攻，给了妖族众老妖脱身的机会。与陆压道人斗法的李长寿先是捕捉到这一幕时也有点无奈，而一直在边缘观战的白泽眼底划过了少许自嘲，闭目趴在云上不再多看。陆压目中流露出几分不甘，手持妖帝剑与李长寿正面相抗，斩仙飞刀再次发威，打得李长寿身形一顿。陆压趁机转身，直接画出了三足金乌本体，朝着天边击射。李长寿冷哼一声，手中乾坤尺光芒流转，身影在冰原之上连续闪烁，不顾仙力损耗，凭乾坤遁法急速追赶。那只不过半丈长的三足金乌忽然扭头，目中满是愤怒，李长寿已然赶至。10数道残影近乎重合，乾坤尺对金乌当头砸落。金乌仰头高提，身周太阳真火暴涌，赤白光芒刺得李长寿双目疼痛，但是乾坤尺依然带着风雷之声砸开真火。太阳真火中突然多出了一道横斩而来的亮光，李长寿仿佛看到了血海翻涌的浪潮，乾坤尺似乎磕飞了一点什么，下落的力道被抵消了大半。真火彻底爆发，乾坤出现层层波痕，李长寿的身形被推出了数百丈，因玄黄塔相护，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热量。待火光收敛，金乌已经是没了踪迹。李长寿心底想起了塔爷那浪荡不羁的嗓音：呀，元图剑，嘿，灵三这次不要脸到极致啊！那不是二圣人亲自开口说会把这剑封印在灵山，咋的啊？被偷了？李长寿略微摇头，心底浮现出自己在太阳真火中看到的那名银发少女，对方似乎有一些奇怪的神通。看着空中漂浮的那少许血迹，李长寿拿了一个瓷瓶，将这些金乌之血收起，转身奔赴大战之地。不讲什么高手风范，完全不介意收割实力较弱的妖族，只要对方有业障，那就是妖族的好兄弟。功德金身只差一只脚了。北周北部天妖大战之地，李长寿静静地站在妖兽尸山上空，感受着天地间流转的生灵之悲。天边还有零星的追击战，此地天兵已经开始救助伤者，收拾己方阵亡的天兵尸身。地府那些鬼差完成了阻击妖族伏兵的任务，此时转身就干起了本职，将此地未被毁掉的魂魄尽数收起。略微叹了一口气，李长寿的身形自空中落下，在几名天兵的尸身前浮空盘腿而坐，口中念诵道门渡人经。一缕缕流光自这几名天兵的尸身飞出，凝成了几道浅浅的虚影，对着李长寿拱手行礼，自行朝着不远处的鬼差飞去。生死无小事，战起血肉凝。李长寿口中念诵不停，背后浮现出一杆水蓝色的幡旗，不少妖族被打散的妖魂也得以凝聚，被鬼差用锁链锁了，拉去了远处。诵经声渐渐多了一些，不少天兵天将驻足各处，各自诵读经文。黑山之外，正在欢庆丰收的巫族也安静了下来，4位大巫祭轻声念着上古导柱之文。半个时辰后，李长寿的本体与白泽会合，对白泽拱拱手，一人一兽驾云离开此地，很快就消失在北海深处。李长寿去而复返，回来的自然是化身，驾云飞向了高空，对着那4位此刻表情有些复杂的圣母宫侍女做了个道揖：各位仙子有礼了。
水神莫要折煞了我等。四位仙子立刻欠身回礼。居中那名为首的胡尔仙子轻声道：常听宫中的姐妹们说起，水神运筹帷幄，足智多谋，今日见水神大破敌阵，竟神勇如斯。仙子过奖。今日之战是天庭兵将奋勇杀敌，我不过是做排兵布阵之事，不足为道。还要多谢几位仙子大义为先，能赶来相劝妖族。战事一起，生灵涂炭，所幸此地是北周荒地，巫族早有准备，并未涉及太多生灵。这四位仙子对视一眼，各自都多了一些笑容。一位女子道：水神您说话当真好听，我们姐妹4个其实都是上古妖族出身，今日前来也大多带着私心，不敢受水神您这般称赞。此间战罢，我们也要回圣母宫了。为首的狐女笑道：水神可有什么需要我们带回宫中？圣人娘娘催稿近来忙着应对北周之事，待公务处理妥当，定要找机会去圣母宫中拜见娘娘。善。四位仙子欠身行礼，驾起云舟，说笑间朝天外而去。李长寿略微思索，他在这个狐女仙子身上感受到了与青丘小兰相近的气息。莫不是这就是在圣女宫中侍奉圣母娘娘青丘一族的老祖？看着比小兰还要年轻一些，虽然修为的确是高深莫测。圣人娘娘派来这4名侍女，是否还有其他深意？李长寿负手站在空中，仔细思索。阵阵龙吟声自远处传来，追杀鸿蒙凶兽群的龙族回返，以折损了数十条苍龙的代价斩杀了7、8只凶兽。几名龙族老者齐齐向前，对着李长寿抱拳行礼，低声道：禀水神，龙宫战将已完成驰援北周战局之令，请水神继续下令。损失如何？多谢水神挂念，望水神恕罪，本可留下更多妖族高手，但我等一见那破海眼的仇敌，就先失了理智。此乃情理之中。今日若非龙宫驰援，天庭本部尚无与妖族直接开战的实力。今日战死之龙魂，可入天庭功德池中蕴养10年，而后转生投胎，再入四海龙宫之属。龙魂难聚者，当立碑铭祭奠；负伤者，也需好生调养。多谢水神体恤啊！各位稍后与木工禀告了此事再离开吧。长寿如此叮嘱了一句，龙族4位长老齐声称善，带着众多龙族高手在空中等候。此战天庭损兵3万有余，天降折损数十，巫族战死1200，重伤者过半。正所谓困兽死斗，妖族那些没能顺利逃离的高手，最后发狂猛斗，让天庭遭了不小的损伤。正面大战时，天兵攻守有度，把距离美发挥的是淋漓尽致，让妖兵近乎全无反手之力。天庭中高端战力的大量缺口，着实是让李长寿头疼。莫名的，李长寿竟然有些期待起了封神大劫之后的天庭。这一具化身指道人在北周忙碌处理战后诸多事宜，李长寿的本体此时已经与白泽在天边遁形，在洪荒绕了一大圈，赶回渡仙门中躲藏。稍后还是要提醒一下空虚掌门，让掌门和几位长老严守白泽在渡仙门隐居之事。一路上，白泽和李长寿并未交谈，一直到了黑池峰，白泽趴在那水潭旁，注视着清澈的潭水，整只兽都有些颓然。蓝先生似乎有些失落，李长寿温声问着。可是因路压，终究还是走上了与天庭相抗之路。白泽缓缓吐了一口气，并非是为了此事，他脾性如何，贫道早已明白，只是有些无力罢了。
知道的再多又有何用啊？只不过是提前看到了一些人事物的结局，却无力去改变什么。就算对陆压叮嘱的再多，他也只会去看眼前之利，总觉得天命所归。说到底，终归是心底的傲慢葬下了所有。与他父亲脾性都是如此相近。李长寿想了想，如今西方教再次涉入妖族之事，先生觉得天庭该如何应对？白泽提了提精神，沉吟一二，保持着本体的形貌，开口道：尽可无视之。哦，为何要无视？西方这次出手慎重且巧妙，不去正面参战，却相中那些妖族高手逃得性命。如此，既可得妖族这些高手感激，又没有得罪天庭太深。依照西方这般思路，天庭哪怕想兴师问罪都有些困难，倒不如无视之，先探明西方在谋算什么，再对症下药。对于圣人势力，只要将他们所想摘得的瓜提前踩碎，那就已经算是赢了这一阵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心底仔细对比着白泽的话语与自身的想法，倒也是不谋而合。白泽又叹了一口气，就怕陆压稍后走上绝路，彻底转投了西方啊。陆压转投西方与他有何不同？与他自身并无不妥。今日他已失去圣人娘娘的荫庇，若是能得西方圣人庇护，自可让性命无忧。但陆压投了西方，妖族气数将会被西方吸干，妖族上下也将沦为西方之木偶。这批妖族死了，贫道倒会心气更顺些。但今后天地间新化生之万灵，尽为西方化为妖族，而后供他们残剥奴役，实为万灵之不幸。先生所言倒是我此前并未考虑到的。李长寿恢复了原本的面容，低头思索。白泽笑道：水神重人族而轻万灵，这无可厚非。但水神如今能影响天庭各方事务，也能影响玉帝陛下做出决断，也当更公允些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而后目光有些玩味地看着白泽。白先生来我身侧，莫非早已存了这般劝言之心？水神勿要多想啊。白泽有些失意地趴在那儿。贫道是为改善人教伙食而来。我信白先生之言。李长寿拱拱手，白先生且休息一阵，我处理好北周后事，就来与先生饮酒畅谈。白泽失意地叹了一口气，趴在那儿继续郁闷。北周北部，天兵天将井然有序地驾云离开，飞回高空。地府阴司的兵马也整军退去，驾着阴风回转幽冥界。东木公与李长寿一同在各处巡查了一遍，代表天庭慰问了北周巫族，送去了天庭给的亲切问候。牛头马面带着一群此前没机会登场，现在各种幽怨的地府巫族，犹犹豫豫的到了李长寿和东木公的面前，老老实实抱拳行礼。哎呦，水神大人，兄弟们没能上场啊，说好让我们打最硬的仗，这……李长寿的额头挂了几道黑线。这些家伙，武大郎喝药还要跟潘金莲续杯，逞强不要命是吗？啊，那些鸿蒙凶手并未直接参战，这是我此前算计失误。但正因为各位的精心埋伏，给了对方极大的威慑力，也让我心中更有底气应对今日之战局。各位虽然没有直接参战，但是发挥的作用可不比正面厮杀小，相反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。牛头马面对视一眼，面面相觑。马面道一声：水神大人，您别这么说，这跟我们巫族的观念不符。一旁的木工笑了笑，强行刷了一下存在感。
今日之战，但凡参战者都会论功行赏，各位也是大功一件。牛头马面眨眨眼，前者不禁嘀咕：木工大人也在。马面正色道：木工大人，莫要做这般侮辱我们巫魂之事，我们并未参战，何功之有？牛头甩了马面一蹄子，搓着大手对着李长寿嘿嘿一笑：嘿嘿嘿，当然了，要是天庭执意要奖赏，我们也不能违抗天命，不是吧？就150-100年份的调料，那就行了。您可千万别给多了啊！给多了，我们兄弟给多，我们兄弟也就免费契丹收下了。毕竟不能违抗天命啊，是吧？调料。东木公给李长寿投去了疑惑的眼神，后者含笑传声一二，东木公哑然失笑。既然巫族喜食，这也不难做到。稍后就让水神取来配方，我命天宫众女仙赶制一番，别送去地府，如何？牛头连忙点头。多谢水神，多谢木工。马面在旁边气的是直翻白眼，倒也没有主动拆台。待打发走了牛头马面，李长寿与东木公带着数十名天将驾云回返天庭。天庭众仙神齐聚北天门，待2位职权回返后，又是一番恭贺。这般又折腾了半日，李长寿总算是回到了自己的水神府。来不及休息，心神继续监察北周边界众妖族的动向。